第1章，把宇宙一层一层缩小。今晚，请先把白天的声音放远一点，想象你的房间慢慢安静下来，时钟还在走，空气仍在流动，你也仍然稳稳地躺在这个熟悉的世界里。可是接下来，我们要离开日常生活的尺度，不是飞向更远的星系，而是朝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我们要往小处走，越走越小，小到一根头发像一座山，小到一个原子像一座空旷的体育场，再小到连距离这2个字都开始失去原来的意思。旅程的终点叫做普朗克长度，它大约是 1.616 乘以10的负35次方公尺。但请先记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科学并没有证明它就是宇宙中绝对最短的长度，它更像是一块矗立在理论边界的警告牌。走到这里，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不能再单独带路，我们熟悉的空间与时间也可能不再适用。所以今晚真正要追问的不只是它有多小，而是当我们小到不能再用旧方法理解时，现实究竟会变成什么模样。先不要急着记住那串指数，我们先用眼睛熟悉的世界搭一座向下延伸的阶梯，每下一级都把上一级缩小成背景。等走到最后，你会明白，普通的大小比较为什么会彻底失效。让我给你们感受一下规模。普朗克长度约为 1.6 乘以10的负35公尺。要写出来，你需要一个小数点，后面跟着34个零，才能得到实际的数字。它比质子小大约20个数量级，而质子本身已经非常微小，以典型尺度估算，大约要10万个质子首尾相接，才接近一个原子的宽度。这里有一个对比，或许会有帮助。如果把普朗克长度放大到约半毫米的一粒沙，按照相同比例，质子会被放大到数光年宽。这个比喻虽然会因沙粒与质子尺寸的取法略有不同，但数量级确实如此惊人。普朗克长度与日常尺度之间的差距如此巨大，以至于正常的比较都无法奏效。要正确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我们能够理解的距离开始，然后逐步缩短距离。这段旅程会穿过几个世纪的科学发现，从早期显微镜一路走到现代粒子加速器，最后抵达现有理论的边界。多数成年人的身高大约落在 1.5 到2公尺之间，这就是你体验人生的尺度。如果你仔细观察，你的眼睛可以看到直径小至1/10毫米的物体，这已经接近头发丝的尺度。人的头发直径通常约为数十到100微米。再往下，如果没有帮助，事物就会变得看不见。显微镜在17世纪末改变了一切。安东尼·列文虎克制造了一些最早的强大显微镜，并发现了细菌，这是一种直径约1微米的单细胞生物，那只是100万分之1米，比头发丝的宽度还要小1000倍。在这个规模下，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世人面前。列文虎克观察池塘水，发现里面充满了游泳和活动的生物。他检查了牙齿上的牙菌斑，发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微生物。这不只是一项技术成就，它揭示了现实中隐藏着多层的复杂性。如果生命存在于比肉眼可见尺度小1000倍的尺度上，那么在更小的尺度上可能还存在什么呢？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一直驱动着科学发展。那一刻，列文虎克面对的不只是一滴池塘水，他面对的是人类第一次被迫承认，肉眼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显微镜替科学打开第一扇地下室的门，可门后还有楼梯。每一次改进都揭示了新的结构。科学家发现，生物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由具有特定功能的较小结构组成，遗传是由细胞核内的分子控制的，每一层都暗示着下面还有更多层。随着显微镜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改进，研究人员观察到了较小的结构，如细胞、细胞核和染色体。但凡事都有个限度，
光本身有波长，你不能用光来看到小于该波长的物体。可见光的波长范围约为400至700纳米，纳米是米的1/11。换句话说，光学显微镜的应用范围有限。1930年代研发出的电子显微镜解决了这个问题。电子具有波动性，其波长比可见光短得多，这使得科学家能够观察到小至约1纳米的结构。在这个尺度下，你可以看到大分子和病毒，它们的直径通常为20到300纳米。你正在接近分子尺度，化学反应就发生在这个尺度上。但我们还可以再缩小规模。你周围的一切，你所接触的一切，你自身的一切，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物质的基本组成单元，是化学元素的最小单位。一个典型的原子直径约为1/10纳米，这是科学家在原子尺度上使用的一个单位 I。如果把大约110个典型原子排成一列，总长度大致接近1公尺。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原子只是理论上的概念。西元前400年左右，古希腊哲学家德摩克利特提出，物质是由不可分割的粒子所构成的。他称它们为原子，原子希腊语单字 atomos， 意思是不可切割的。德摩克利特想象反复切割一块黄金，直到切出一块小到无法再切割的金块，那就是原子。但亚里士多德否定了这种观点，他认为物质是连续的，可以无限分割，你完全可以切得更小一点。近2000年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主导了西方思想。原子论曾被认为是一种有趣的推测，缺乏证据支持。19世纪改变了这一切。研究元素结合方式的化学家注意到了一些奇特的现象。当氢气和氧气生成水时，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质量比结合，8克氧总是与1克氢结合。当碳和氧结合形成二氧化碳时，它们的比例是固定的。这一规律适用于所有化学反应。如果物质是由具有特定质量的原子组成的，那么这种说法就很有道理。如果一个水分子包含2个氢原子和1个氧原子，而氧原子比氢原子重16倍，那么以质量计算，你需要的氧原子数总是氢原子数的8倍。原子学说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先是一个没有照片的猜想，人们看不见原子，却能从化学反应留下的固定比例推断有某种离散单位躲在幕后。科学有时就是这样，你看不见演员，却能从舞台上的脚印猜出他刚刚走过。固定比例是物质存在离散单元的证据，但这种证据是间接的。此前没有人见过原子。第一个真正的证据出现在20世纪初。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篇论文，解释了布朗运动及流体中微小粒子的随机抖动运动。他证明这种运动是由于原子和分子不断轰击粒子而产生的。它的方程式使科学家能够计算原子的大小和质量。大约在同一时间，汤姆逊和卢瑟福开始揭示原子结构。汤姆逊于1897年发现了电子，证明原子中含有较小的带负电荷的粒子，这是革命性的。原子并非不可分割。1911年，卢瑟福进行了他著名的金箔实验，他用 alpha 粒子、氦原子核轰击铂金箔，这些粒子以极高的速度和巨大的能量运动。如果汤姆逊的模型是正确的，它们应该会略微偏转后通过，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预期的那样，大多数粒子直接穿过了，但偶尔 alpha 粒子会以很大的角度反弹回来，有些弹的几乎是笔直的向后弹去。卢瑟福感到十分惊讶。请把金箔实验想成一个安静的深夜场景，一束看不见的粒子射向薄得近乎透明的金箔，大部分粒子毫不费力地穿过，偏偏有极少数突然大角度折返。就是这几次罕见的反弹击碎了旧原子模型。现实最重要的线索往往不是多数人的整齐通过。
而是那一个不肯照规则前进的例外。他后来表示，这就像用炮弹射击纸巾，结果炮弹反弹回来一样，除非所有正电荷和大部分质量都集中在中心的一个很小的区域内，否则这毫无意义。这就是细胞核。原子本身就非常小，而且大部分都是空的空间。原子的大部分质量与全部正电荷都集中在直径通常比原子小约10万倍的原子核里。质量很小的电子并非像行星沿固定轨道绕行，而是以量子几率分布在原子核周围。原子的体积大部分不是由实心物质填满，致密原子核位于中心，电子则以量子几率云分布在周围。原子核本身的直径约为1微米，那是1公尺的1000万亿分之一。如果把原子放大到足球场那么大，原子核中心的大小就只有豌豆那么大，其余的都只是空荡荡的空间，只有电子在里面高速运动。但细胞核是有结构的，它包含质子和中子，统称为核子。质子带正电荷，中子不带电荷，两者的质量大致相同。原子中的质子数决定了原子属于哪一个元素。氢有1个，氦有2重，碳有6个，等等。曾几何时，科学家认为质子和中子是宇宙的基本粒子，但上世纪60、70年代粒子加速器的实验揭示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质子和中子本身是由称为夸克的较小粒子组成的，每个质子包含2个上夸克和1个下夸克，每个中子包含1个上夸克和2个下夸克。夸克之间由称为胶子的粒子结合在一起，胶子传递强合力。夸克非常小，由于它们是量子物体，因此它们没有经典意义上的明确尺寸，但实验表明它们的半径小于约10的负19公尺，那还不到质子大小的1/1000。我们现在所处的规模使得我们对大小的日常理解开始失效。量子力学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粒子不会像微小的撞球那样运动，它们更像是模糊的几率云。在被测量之前，它们处于多种状态。就我们从大型强子对撞机等粒子加速器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夸克和电子似乎是点粒子，我们无法侦测到它们的内部结构。它们或许真的是根本性的，根本没有大小，或者它们可能具有我们目前无法探测的尺度上的结构。有些理论，例如弦理论，认为我们认为的点粒子其实是微小的振动弦或环，但我们有点操之过急了。探测较小距离时存在一个根本性问题，这跟技术无关，这是由物理定律决定的。这个问题就是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它为现有理论能可靠描述的范围标出一道重要边界。海森堡在1927年发展量子力学时提出了这项原理，他当时正在研究原子中的电子行为，并意识到了一些深刻的道理。在牛顿物理学中，粒子在每个时刻都有确定的位置和动量。如果你知道某个物体在哪里以及它的移动速度，你就可以准确地预测它将要到哪里。宇宙是决定论的，但海森堡证明在量子层面上，这种说法并不成立。不确定原理指出，不可能同时精确地知道2个属性。最著名的例子是位置和动量。你越精确地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就越无法精确地知道它的动量，反之亦然。这与测量限制无关。你可能会认为我们只是需要更好的仪器，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这些属性实际上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值。该粒子既没有精确的位置，也没有精确的动量。量子力学根本不是这样运作的。在这个层面上，自然本身也是不确定的。这里举个例子，到了粒子加速器时代，人类的显微镜不再只有玻璃镜片，我们把粒子加速到接近光速，再让它们迎面碰撞。碰撞越猛烈，探测的尺度越小。
但这种方法藏着一个危险转折，当你为了看得更小而注入更多能量，能量本身也会改变你想观察的世界。观察者不再只是站在窗外的人，想象在黑暗的房间拍摄快速移动的物体，利用极快的快门速度，可以精确捕捉物体所在的位置。画面位置清晰，但动作模糊，因为快门开启的时间太短，你无法判断它移动的快还是慢。使用慢速快门可以清楚地看到动作的轨迹，但你无法知道物体在任何特定时刻的位置。这与不确定原理类似，只不过它与快门速度无关，它关乎量子粒子的基本性质。它们处于一种模糊状态，在测量其中一个属性之前，这两个属性都处于某种程度的未定义状态。从数学角度来看，位置的不确定性乘以动量的不确定性必须大于或等于与普朗克常数、自然界的基本常数相关的某个值。这其中存在着根本性的权衡取舍。为了更精确地测量位置，需要波长更短、能量更高的探头，但高能量探测器对动量的扰动更大，你无法避免这种权衡取舍。这对探测更小的距离有着深远的影响。要观察微小的物体，你需要一个波长比被观察物体波长更小的探针，这就是魏石膜。电子显微镜比光学显微镜能观察到更小的物体，电子的波长比可见光短，要探测更小的距离，就需要更短的波长。换句话说，更高的能量。爱因斯坦在1905年证明能量和品质是等价的，他著名的方程式 E 等于 mc 平方，告诉我们能量可以转换为质量，反之亦然。当你在很小的区域内集中足够的能量时，你可以用纯能量产生粒子反粒子对。这种情况在粒子加速器中不断发生，高能量碰撞会产生大量新粒子。所以，当你尝试用高能量粒子探测非常小的距离时，就会发生奇怪的事情。你所使用的能量可以在你研究的区域内产生新的粒子。你不只是在观察，你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已经存在的东西。测量过程中会产生你想要研究的粒子，但情况还会更糟。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能量会使时空弯曲，质量和能量是等价的，两者都能产生重力场。你越是专注于某个区域，该区域对时空的弯曲程度就越大。在极高的密度下，时空弯曲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形成黑洞，在那里引力如此之强，甚至连光都无法逃脱。存在一个距离尺度，在这个尺度上，你的探测器的波长等于黑洞的10瓦西半径，能量也相同。在这个尺度以下，试图测量距离会产生一个比你所测量的距离更大的黑洞。你无法探测更小的物体，因为测量本身会产生黑洞，遮蔽你想要看到的东西。于是，一个近乎悖论的局面出现了。你越想照亮更小的区域，就越需要更高能量。能量越集中，重力造成的弯曲就越强。到了某个极端，测量工具可能先制造出黑洞，把答案藏到事件世界后面。这不是已经完成的实验，而是把量子定位与引力效应结合后得到的深刻警告。前方就是普朗克尺度。把量子定位与引力坍缩放在一起估算，得到的关键距离尺度正是普朗克长度的数量级，大约是 1.6 乘以10的-35公尺。普朗克长度可能标志空间量子结构开始变得不可忽略的尺度，但它是否真是基本力度仍未获证实。在这个尺度以下，我们所理解的距离和空间概念可能就失去了意义。第2章，两套伟大理论在此迎面相撞。我们已经从人的尺度走过细胞、原子、原子核和基本粒子，每往下一层，世界都换了一张面孔。可是现在，前方出现了一道真正的裂缝。裂缝的一边是爱因斯坦描述引力与时空的广义相对论，另一边是描述粒子与几率的量子力学。
两套理论都极其成功，也都通过了无数次精密检验。偏偏到了普朗克尺度，它们却不能和平地放在同一个方程式里，就像两张各自精确的地图，到了同一片边界，却画出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而普朗克长度正是那片地图开始互相矛盾的地方。时空可能并非平滑连续的，时空可能具有量子化结构，而普朗克长度可能是描述这种结构的自然尺度。正如物质由原子构成一样，空间本身也可能由普朗克尺度的单位所构成。那么，这个数字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在于将三个基本常数结合起来。这三个数字在自然法则中反复出现，似乎已经融入宇宙的结构中。它们分别是光速、万有引力常数和普朗克常数。真空中的光速以 c 表示，约为每秒299792公里。它是真空中资讯与因果影响传播的极限速度。任何带有资讯的局部讯号都不能在真空中超越它。这不是引擎不够强造成的工程限制，它内建于时空结构之中。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的狭义相对论表明，光速对于所有观测者来说都是恒定的，与它们的运动状态无关。光速出现在各种物理方程式，它将空间和时间、能量和质量、电和磁联系起来。它是自然界最基本的数字之一。万有引力常数以据表示，约 6.67 乘以10的负11立方公尺每公斤每秒平方。单位很复杂，但本质上据表示重力的大小。它出现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场方程式中。距值越大，重力越强。引力是迄今为止最弱的基本力，使磁铁吸附在冰箱上的电磁力大约是原来的10到36倍。你可以透过跳跃轻松克服地球的全部引力。你的双腿可以让你对抗整个星球的引力。重力就是这么弱。它之所以能在大规模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仅仅是因为它始终具有吸引力，而且累积起来效果显著。普朗克常数即为 h， 或常称为 h bar， 即 h 除以2派，约为 6.63 乘以10的负34次焦2秒。这个常数是量子力学的标志，它为量子效应设定了尺度。它出现在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光子能量方程式、薛丁格方程式和角动量量子化。当事物以离散区块而不是连续值的形式量化时，就会涉及普朗克常数。马克思·普朗克在1900年解决紫外线灾难问题时，引入了这个常数。经典物理学预测高温物体会发出无限高能量辐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普朗克证明，如果你假设能量以称为量子的离散包的形式存在，并且每个量子的能量与其频率成正比，那么数学计算就是正确的。比例常数为 h， 即普朗克常数。这催生了量子力学。这三个常数的单位各不相同。光速的单位是米每秒，万有引力常数的单位是米立方每公斤每秒平方，普朗克常数的单位是焦2秒，即公斤米平方每秒，各不相同。最令人惊讶的是，普朗克并不是拿着显微镜量出这个长度，他只把三个自然常数放在一起。光速告诉我们时空的速度极限，万有引力常数告诉我们能量如何弯曲时空，约化普朗克常数告诉我们量子世界的尺度。三个看似分属不同领域的数字，竟然可以拼成一个长度，就像三把来自不同房间的钥匙，最后打开了同一扇门。但是透过量纲分析，你可以将它们组合起来，使单位相等，从而得到长度。如果将普朗克常数 h 乘以重力常数 g， 除以光速的立方，然后开平方根，就能得到长度。这是普朗克长度。从数学角度来说，它是 h 乘以 g 除以 c 的立方的平方根。将这些常数的值代入，即可得到约 1.6 乘以10的负35公尺。
这并非偶然，这是这三个基本常数的唯一组合可以给出长度。如果你要建构一个涉及重力、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理论，那么这个长度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它揭示了现实结构的深刻本质。当你把我们最好的引力理论和我们最好的小尺度理论结合起来，并考虑宇宙速度极限时，你必然会得到这个长度尺度。同样的，你可以将这些常数组合起来，得到其他普朗克单位。普朗克时间是光传播一个普朗克长度所需的时间，约 5.4 乘以10的负44次方秒，这是最短的有效时间间隔。普朗克质量约 2.2 乘以10的负8次方公斤，约相当于一个跳蚤卵的质量。这听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以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来看，却是巨大的。普朗克能量是普朗克质量的能量当量，约 1.96 乘以10的9次方焦耳，大致相当于50公升汽油的能量。普朗克温度约为 1.4 倍10的32开尔文。在这个温度下，量子引力效应变得重要。这些都是极端值。普朗克尺度代表了量子引力变得至关重要的尺度。在普朗克长度和时间以下，我们目前的理论就失效了。广义相对论不包含量子力学，它将时空视为由质量和能量弯曲而成的平滑连续的结构。量子力学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地包含重力，它将时空视为一个固定平坦的背景，量子场在其上波动。这两种理论在其各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广义相对论描述了宇宙的大尺度结构、黑洞、重力波和空间膨胀。量子力学描述了原子、分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但它们不可能在普朗克尺度上都正确。这是物理学中最大的未解难题之一。如何将我们对现实的量子影像与爱因斯坦的弯曲时空理论融合起来？近1个世纪以来，物理学家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尽管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仍然没有得到完整的答案。我们有一些候选理论和框架，它们很有前景，但我们还没有最终的理论，而我们当然也没有实验证据来引导我们。在量子力学中，场会发生波动，即使在空旷的宇宙空间，在绝对真空中，由于不确定性原理，量子场也会不断波动。虚粒子会突然出现又消失，在消失之前短暂地从真空中急用能量。这些量子涨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已经测量了它们的影响。它们引起卡西米尔效应和兰姆位移，导致能量水平发生细微变化，这些变化已被精确测量。在量子场论中，这些涨落会在更小的尺度和更高的能量下变得更加剧烈。这里的冲突并不是谁算错了，而是两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在同一个极端条件下同时要求发言。量子力学说能量会波动，位置只能用几率描述。广义相对论说能量决定时空如何弯曲。那么当能量本身剧烈波动时，时空是不是也必须跟着波动？舞台若也开始颤动，演员还能站在哪里？如果观察足够小的区域，观察时间够短，不确定性原理允许出现巨大的能量波动。在普朗克尺度上，能量波动非常大。根据广义相对论，它们应该会使时空发生剧烈的弯曲。它们应该使时空弯曲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时空变得剧烈动荡，充满微小的黑洞和虫洞，不断形成和消散。这有时被称为时空泡沫或量子泡沫。这个术语是约翰·惠勒在20世纪50年代创造的。但问题就在这里，在广义相对论中，时空是光滑且定义明确的，它具有几何形状。你可以讨论距离、时间和空间曲率，但如果时空在普朗克尺度上是泡沫状的、波动的，那么这些概念就说不通了。当空间本身剧烈波动时，测量距离还有什么意义？当空间几何形状变化的速度超过测量速度时，
空间几何形状又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还有另一种看待方式。如果用处理其他基本力的微扰量子场论方法，直接量子化引力，高阶计算会出现无法用有限参数吸收的发散。这不是说低能计算毫无用途，而是说它不能直接成为适用所有能量的终极理论，对其他3种基本力都适用的数学工具，对引力却失效了。物理学家开发了一种称为重整化的技术，来处理量子场论中的无穷大问题。这些方法对其他基本力也同样有效，但对于重力，它们就失效了。更精确地说，广义相对论按传统微扰方法量子化时，不具通常意义下的可重整化性。若坚持同一套基本处方，就需要无限多个修正参数，理论也会失去根本预测能力。这告诉我们，目前形式的广义相对论无法完全描述所有尺度上的引力，它在大尺度上表现出色，从毫米到星系团甚至更大尺度，但这必定是一种近似值，一种从更深层的潜在结构中涌现出来的有效理论。在普朗克尺度上，更深层的结构就变得重要了。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将量子力学和重力结合的新理论，这就是量子引力。找到量子引力理论可以说是理论物理学的圣杯，它将有助于我们统一对自然的理解，它将告诉我们黑洞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广义相对论预测黑洞内部存在基点及无限密度点，物理定律在那里失效。它也可能帮助我们理解大爆炸后最初的普朗克时期，当时可因果联系的尺度约在普朗克尺度附近，现有理论已不足以描述。它将告诉我们时空本质上是光滑的，还是由离散的组成单元构成的。它将解答一些如果没有量子引力我们甚至无法正确表达的问题。那么目前最主要的量子引力候选理论是什么？物理学家正在探索哪些框架？目前有许多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理念和数学结构。发展最成熟的2种理论是弦理论和圈量子引力。这些方法对其他力都非常有效，但对引力却无效。在普朗克尺度上，更深层的结构变得重要起来。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将量子力学和重力一致的结合的新理论，这就是量子引力。量子引力之所以被称为理论物理学的圣杯，不是因为它能替所有人生问题作答，而是因为它可能回答3个最根本的物理问题：黑洞中心究竟发生了什么？宇宙最初的一瞬间是什么状态？空间与时间到底是基本存在，还是更深层结构涌现出的结果？但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先走进几座彼此竞争的理论迷宫。它将告诉我们黑洞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广义相对论预测黑洞内部存在无限密度的起点，在那里物理定律失效。第3章：弦、量子环以及时空背后的骨架。如果就地图在这里失效，我们就需要一张新地图。问题是，没有人知道新地图应该长什么样子。有人说，所有粒子其实都是微小弦线奏出的不同音符。有人说，空间本身由一个个量子化的环节成网。还有人怀疑，空间和引力根本不是最底层的东西，它们也许像温度一样，是大量微观资讯共同涌现出的表象。这一章我们不急着选边站，我们只沿着每一条路走一段，看看哪一条路能把我们带过理论的断崖。那么，目前最有希望的量子引力理论候选者有哪些呢？弦理论认为，宇宙的基本组成单元不是点粒子，而是微小的一维弦。这些琴弦以不同的模式振动，就像吉他弦或小提琴弦一样，不同的振动模式对应不同的粒子。电子是一条朝一个方向振动的弦，夸克是朝另一个方向振动的弦，光子又是朝另一个方向振动的弦。我们看到的各种粒子
都只是同一根底层弦的不同振动方式而已。简单想想吉他弦，拨动它时，它会振动并发出音符，实际音高取决于琴弦的振动方式，而琴弦的振动方式又取决于你拨动琴弦的位置、力度以及琴弦的张力和长度。同一根琴弦透过不同的振动模式产生不同的音符。弦理论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弦只有一种基本类型，但它可以以多种模式振动，每种模式都对应于具有不同性质的不同粒子类型。理论中的基本弦极其微小，其特征尺度通常被认为接近普朗克尺度，这就是我们未能直接检测到它们的原因。我们的粒子加速器无法探测如此小的尺度。对我们来说，弦看起来像是点粒子，因为我们无法分辨它们的内部结构。这就像从远处看一条绳子，绳子有厚度和结构，但从远处看，它就像一条线。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弦看起来像点，即使是大型强子对撞机，也无法达到观测弦结构所需的能量。弦理论自然而然地包含了引力，一种弦振动模式对应于引粒子。引粒子是一种假想粒子，它传递引力，就像光子传递电磁力一样。弦理论最迷人的部分是它让粒子的种类变成振动的方式，就像同一把小提琴可以奏出许多不同音高。我们以为电子、夸克和光子是不同材料做成的东西，弦理论却说，它们也许只是同一种底层对象唱出的不同音符。更惊人的是，其中某种振动模式自然具有引粒子的性质。引力不是勉强塞进去的配件，它像一个早已藏在乐谱里的低音，自己出现了。在弦论中，引力并不是事后才添加的，它自然而然地从数学中涌现。1960年代和1970年代，物理学家最初发展弦理论时，并不是想建立量子引力理论，他们试图描述强合力，但他们不断发现理论预测了一种无质量的自旋位二的粒子，这正是引力子应该有的样子。起初这似乎有问题，他们最初不希望强力理论中包含引力，但最终他们意识到，这正是弦理论最大的优势，它自然而然的就是一种量子引力理论，这是弦理论的伟大成就之一。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场论很难结合起来，这是出了名的。当你尝试用标准方法对重力进行量子化时，你会得到无法消除的无穷大计算出错。但弦理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弦的延伸特性及弦的长度而不是点，使得相互作用变得模糊，从而消除了无限大。弦理论是一种数学上自洽的量子理论，它从一开始就包含了重力。但弦理论具有一些不寻常的特征，为了保持数学上的一致性，弦不能只在我们所体验的三维空间中振动，它们需要额外的维度。根据弦理论的不同版本，总共需要10或11个维度，那就是9或10个空间维度加上一个时间维度。这些额外的维度在哪里？我们体验到3个空间维度，上、下、左、右、前、后。我们不会体验到6、7个额外的方向，它们现在在哪里？弦理论家提出，额外的维度是紧致化的，卷曲成微小的形状，小到我们无法直接探测到它们。想象一下一根花园水管，从远处看，它显得很单调，你只能沿着它向前或向后移动。但如果你是一只住在地表的蚂蚁，你会发现另一个方向，你也可以绕着软管走一圈。这是第2维度，它蜷缩得非常小，以至于从远处看，你根本察觉不到它的存在。弦理论提出了类似的理论，但维度更高。在我们3维空间的每一个点上，都有6、7个额外的微小维度卷曲成复杂的几何结构，称为卡拉比丘流形。这些是具有特定几何性质的数学对象，可确保弦理论所需的某些对称性。这些流形可能处于普朗克尺度，
因此，在每个点上，如果你能放大到足够大的程度，你会发现这种额外的几何结构，这些额外的维度卷曲得如此之小，以至于我们目前的技术无法检测到它们。这些隐藏维度的几何形状并非任意的，不同的形状对应着不同的物理特性。把它想象成乐器，小号、小提琴和鼓都是透过振动空气来产生声音的，但它们的形状决定了它们能演奏哪些音符，以及这些音符听起来是什么样的。同样，额外维度的形状决定了我们宇宙中存在哪些粒子以及它们的性质。这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沮丧。这令人兴奋，因为换句话说，弦理论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拥有现在已知的粒子和力、电子的质量、电磁力的强度、夸克位的数量。所有这些都可能由隐藏维度的几何形状决定。我们认为的基本性质，实际上可能是普朗克尺度几何形状的结果。令人沮丧的是，可能的卡拉比丘流行数量非常庞大，数学家已经记录了数千个这样的现象，而且可能还有更多。他们各自给出了不同的物理学版本，这就是景观问题。据估计，弦理论真空大约有10到500种不同的可能情况，每一种都对应着一个具有不同性质的宇宙。哪一个更能描述我们的宇宙？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普朗克尺度的实验，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弄清楚这个问题。一些弦理论家认为，我们的宇宙可能只是浩瀚多元宇宙中的一种可能性，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额外维度几何形状，因此具有不同的物理定律，这会引起争议。批评者认为，如果一个理论能够预测一切，那么它就什么也预测不了。支持者认为，可以透过宇宙学观测来检验这个地形特征。另一种主要方法是圈量子引力，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理念。圈量子引力选择了另一条路，它不先追问粒子由什么组成，它直接追问承载所有粒子的空间能不能也像能量一样被量子化。如果答案是可以，那么面积与体积就不必连续变化，它们可能只能一格一格的取值。平滑空间或许只是大量量子几何单元在宏观尺度上的共同外观。圈量子引力不是用弦取代粒子，而是试图对时空本身进行量子化。它将空间视为由离散的、量子化的块组成的，就像能量由光子组成、物质由原子组成一样。基本组成单元是微小的环或环状网络，形成所谓的自旋网络。这些环路代表重力场的量子态，空间是由这些环路如何连接和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圈量子引力中，普朗克长度决定了这些量子化空间单位的尺度，面积以与普朗克长度平方成正比的单位进行量化，体积以与普朗克长度立方成正比的单位进行量化。在圈量子引力的数学描述中，面积与体积具有离散谱，并出现普朗克尺度的最小非零本质值。在普朗克尺度上，空间是不均匀的，而是颗粒状的。如果放大到足够远的程度，你会发现空间具有离散的结构，就像荧幕上的像素或固体材料中的原子一样。想象一下布料，从远处看，它显得平滑而连续，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是由一根线交织在一起的。这些线程是独立的，你可以数数，但从正常的观看距离来看，各个线头融合在一起，织物看起来是连续的。圈量子引力认为空间是类似的，从大尺度上看，它显得很光滑，正如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所描述的那样。但在普朗克尺度上，它是由离散的量子单元交织而成的。这些量子几何结构所对应的面积与体积尺度，通常与普朗克尺度相关。它们并非处于太空状态，它们是太空。循环不存在其所处的背景时空。从根本上来说，只有回路及其连接。我们所体验到的空间，
也就是事物发生的三维空间，是从这些环状网络的量子态中涌现出来的。这就好比你的电视荧幕上的影像，是由数百万个独立的像素组成的，每个像素显示一种颜色，没有一个像素看起来像影像本身。但是，只要像素数量足够多并排列得当，就能形成影像。圈量子引力的数学基础是自旋网络，这是彭罗斯于1971年出于不同的原因引入的。自旋网络是一种带有标记边和顶点的图，边代表面积的量子态，顶点代表体积的量子态。自旋网络的不同配置对应于不同的几何形状。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旋网络也会改变，它们可以分裂、合并和创建新的连接。此演化过程遵循从广义相对论的量子版本推导出的特定规则，这会产生一种叫做自旋泡沫的东西。它置于自旋网络，就像时空置于空间。旋转泡沫是三维空间如何演变的思维历史。圈量子引力不需要额外的维度，它适用于我们所体验的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这很有吸引力，因为它没有引入任何我们之前没有观察到的东西。你不必解释额外的维度隐藏在哪里，也不必解释为什么我们无法侦测到它们。该理论采用我们所观察到的维度数量，并直接对几何形状进行量子化，但这自然也不包括其他因素。弦理论试图将所有力统一到一个框架中，圈量子引力专门研究重力和时空结构。要描述其他力，需要在量子几何的基础上添加物质场。这虽然有可能，但不如弦理论的方法那么统一。弦理论认为一切都源自于弦的振动。圈量子引力的数学原理与弦理论截然不同，它是基于 Weierstracker 于1986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公式。该公式使该理论更容易量子化。该理论使用重力场线环来描述空间几何，类似于使用场线来描述电磁场的方式。当你将量子力学应用于这些环路时，它们只能取某些离散值，就像原子中的能阶一样。圈量子引力理论的一个令人兴奋的预测，与早期宇宙中的黑洞有关。在广义相对论中，当物质坍缩形成黑洞时，会在中心产生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密度无限大的点，物理定律在那里失效。同样的，根据广义相对论，从宇宙大爆炸的角度向后推演，可以预测宇宙之初存在一个起点，在那里所有物质和能量都会压缩到无限大的密度。圈量子引力理论表明，量子效应可以解决这些起点。物质的密度不是无限大的，而是达到普朗克尺度的密度。然后量子几何效应会产生排斥压力，这种压力在古典数学中没有类似的例子，它只在接近普朗克尺度的极端密度下才会出现。它不是粒子运动产生的热压力，也不是量子统计产生的简冰压力，这是来自时空量子结构的几何压力，但它自然也不包含其他力。当你将量子力学应用于这些回路时，它们只能取某些离散值，就像原子中的能阶一样。理论真正接受考验的地方是起点。广义相对论把黑洞中心和宇宙起点推向无限密度，可是在物理学里，无限常常不是答案，它更像警报，提醒我们手上的理论已经被推到适用范围之外。某些圈量子宇宙论模型提出，量子几何可能在极高密度下产生有效排斥，坍缩不必走到无限，它也许会在极端密度附近停住，甚至反弹。请记住，这仍是候选模型的结果，不是已经确认的宇宙历史。圈量子引力的一个令人兴奋的预测，与黑洞和早期宇宙有关。这是来自时空量子结构的几何压力。在黑洞中，中心可能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高度弯曲但密度有限的区域。当物质坍缩时，它会以普朗克密度反弹。一些计算表明，这可能会产生一个白洞，一个时间倒流的黑洞，它会喷射物质。
可能位于时空的另一个区域，甚至另一个宇宙。这些只是推测性的想法，但它们显示了量子几何如何解决起点问题。在宇宙学中，大爆炸可能不是一个起点，而是一个反弹。宇宙可能从先前的阶段收缩，达到普朗克密度，然后反弹进入目前的膨胀状态。这被称为圈量子宇宙论。普朗克尺度的量子效应阻止了宇宙坍缩成起点，相反，它会达到普朗克尺度的密度，然后反弹。这种排斥力来自于量子压力。如果正确的话，宇宙大爆炸可能不是宇宙的开始，而只是从先前的收缩阶段过渡到目前的扩张阶段。在我们的宇宙之前，存在着一个宇宙，它起初处于扩张状态，然后开始收缩。它收缩了数十亿年，甚至数万亿年，直到达到普朗克尺度的密度。然后量子引力效应发挥作用，导致了反弹，收缩停止，扩张开始。我们现在正处于扩张阶段，这解决了传统大爆炸宇宙学的一些概念性问题。宇宙从何而来？在反弹的情况下，它并非来自任何地方，它一直存在，周而复始。宇宙大爆炸前发生了什么事？在某些反弹模型里，大爆炸之前可能存在一个收缩阶段，时间并非始于宇宙大爆炸，它是永恒的。但反弹宇宙学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如果宇宙是永恒且循环的，那么每个循环都会完全相同的重复，还是每个循环都有不同的特性？熵值会随着周期增加，还是以某种方式重置？这些问题正在积极研究中。弦理论和圈量子引力都面临挑战，他们都没有做出我们可以用现有实验验证的预测。两者都涉及我们理解的最前沿的数学，两者都拥有众多热情的支持者和批评者，而且他们俩都可能错了。或许还有我们尚未想到的完全不同的方法。而且弦与量子环并不是唯二选项，有些研究者从因果关系出发，有些从量子资讯出发，有些把时空切成高维三角形，再让电脑对无数重拼法求和。这些方法彼此不一定相容，却共同指出一件事：我们眼中的平滑时空也许只是低能世界的表面，底下真正运作的语言可能完全不同。还有其他方法。由史蒂文·温伯格开创的渐进安全性理论认为，如果谨慎处理高能，引力或许终究是可重整化的。其理念是，引力的有效强度在高能量下可趋近于一个固定值，而不是无限制的成长。如果成立，它或许不必引入弦或量子环，也能处理高能下的发散问题。由拉斐尔、索尔金等人发展出来的因果集合论认为，时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组离散的事件，这些事件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空并非平滑连续，而是一个事件网络，其中一些事件可以影响其他事件，而其他事件则不能。时空几何学正是从这种因果结构所产生的。涌现重力理论认为，时空和重力并非基本要素，而是由更基本的东西涌现而来，就像温度是由分子运动涌现而来一样。艾瑞克·瓦林德提出，引力可能是一种源自于资讯理论考虑的熵力，而不是一种基本相互作用。这些观点虽然有争议，但代表了解决问题的不同想法。由 Renata Lau 等人开发的因果动态三角剖分采用了另一种方法，它透过将称为单纯形的简单构建块粘合在一起来近似光滑时空。单纯形是三角形的高维类似物，透过对所有可能的将这些块粘在一起的方式进行求和，并考虑量子涨落，量子时空的图景就显现出来了。使用这种方法进行的电脑模拟已产生了有趣的结果，展示了四维时空如何从量子几何中涌现。每种方法都有其优点和挑战。第4章，时空起泡，黑洞开始发热。现在让我们靠近那道断崖。远看时，
时空平滑的像一片夜色中的海，恒星在其中运行，光沿着弯曲的路径前进，一切安静、连续，而且可以计算。可是当镜头不断放大，海面开始出现波纹，再靠近一些，波纹变成浪花，最后整片海像在沸腾。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把这幅景象称为时空泡沫，它不是已经拍到的照片，而是量子力学与引力放在一起后向我们透露的一种可能图景。如果这幅图景接近真实，那么最小尺度的宇宙远比星空更狂暴。这些方法共同承认，在普朗克尺度上会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尺度上，量子力学和重力都必须适用。在普朗克尺度上，实际情况会是怎么样的？那里会发生什么事？由于我们缺乏完整的理论，所以我们只能进入推测领域，但我们可以根据已知的资讯做出合理的猜测，结果却很离奇。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约翰·惠勒将普朗克尺度描述为时空泡沫。想象从飞机上俯瞰大海的景象，表面看起来光滑连续，一望无际的蓝色平原。从高空俯瞰，海洋显得平静均匀，几乎像玻璃一样光滑。现在想象一下，你飞得更低，离得更近，你开始看到波浪、涟漪和结构，光滑的表面会呈现不同的图案。再走近些，你会看到汹涌澎湃的波涛，巨浪拍打成白色浪花、泡沫和飞溅的水雾，光滑的表面突然变得混乱无序。近距离观察，你会发现大海波涛汹涌，变幻莫测，与从高空俯瞰时平静的蓝色景象截然不同。惠勒认为，在普朗克尺度上，时空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从大尺度上看，时空就像一块光滑连续的织物，轻轻的弯曲包裹着物质。当你观察行星绕着恒星运行时，时空表现得像爱因斯坦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弯曲的几何结构，但仍然保持平滑和清晰。你可以绘制时空图，计算测地线，预测物体移动，一切都井然有序，可预测。但当尺度缩小时，量子涨落就变得重要了。就像远看平静的海面，近看会变得波涛汹涌一样。大尺度上看起来平静的时空，在小尺度上也会变得混乱无序。在普朗克尺度上，这些波动非常剧烈，以至于时空不再平滑，它冒着泡沫，翻腾着。几何形状本身就变化剧烈，距离没有明确的定义，角度并不明确。我们用来描述几何概念的那些概念，例如距离、曲率和连结性，都开始失效了。微小的黑洞可能会在普朗克时间的1/10秒内自发性的形成和蒸发。根据量子力学，能量是会波动的。在短暂的瞬间，大量的能量可以凭空出现，仿佛是从真空中寄来的。只要它们消失得够快，满足不确定性原理即可。时空泡沫的想象之所以震撼，是因为它把空无一物改写了。真空不再是一块沉默背景，它可能充满短暂波动，几何形状可能摇晃，微小结构可能出现又消失，甚至连两点之间是否相连都可能不再固定。但请再次分清楚两件事：量子场存在涨落是成熟理论的一部分，时空在普朗克尺度究竟如何起伏，则仍需要完整的量子引力理论才能精确回答。在普朗克尺度上，这些能量波动非常大，可能会产生微型黑洞。这些量子黑洞的直径约为1个普朗克长度，存在时间约为1个普朗克时间，然后透过霍金辐射蒸发。它们会突然出现，然后又迅速消失，几乎难以察觉。这些量子黑洞的形成和蒸发将是非同寻常的，与由坍缩恒星形成并持续数亿年的恒星级黑洞不同。量子黑洞是短暂的量子涨落，它们没有时间吞咽任何东西，也没有时间生长，它们出现和消失的速度比光速还要快。
它们更像是时空中的剧烈量子波动，而不是我们在太空中观测到的黑洞。虫洞可能会出现，也可能会消失。虫洞是穿越时空的隧道，连接遥远的点。在经典广义相对论中，虫洞是爱因斯坦方程式的解，但它们需要具有负能量的奇异物质才能保持开放。从数学角度来看，它们是可能的，但在宏观尺度上，它们可能并不存在于我们的宇宙中。但在普朗克尺度上，量子涨落可能会产生连接不同空间区域的微小虫洞。这些虫洞会非常小，直径大约只有普朗克长度，存在时间也极为短暂，大约只有普朗克时间。它们会瞬间连接两点，然后消失。量子泡沫中会布满这些临时连接。这些量子虫洞会改变时空的拓扑结构。拓扑学描述了空间的整体形状和连结性。通常，我们认为空间具有固定的拓扑结构，例如平面或曲面球体。但在普朗克尺度上，拓扑结构可能会波动。虫洞的出现和消失会不断改变空间的连接方式。前一刻，两个地区还是分开的，下一刻，一个虫洞将它们连接起来，然后它关闭了，它们又分开了。空间几何形状可能会剧烈波动。某一刻，两点之间可能会相隔一定的距离。下一刻，由于几何形状发生变化，距离可能完全不同。明确界定的距离或时间间隔的概念本身可能会失效。不只是距离短的问题，问题在于距离的概念本身变得模糊不清。你不能说两点之间的距离刚好是这么远，因为由于量子效应，距离会不断波动，这具有深远的影响。在量子力学中，我们已经习惯了粒子位置和动量都不确定，但我们仍然认为太空本身就是一个固定的背景，而这种不确定性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之上。在普朗克尺度上，即使是这种背景辐射也会波动。太空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物理学演化的舞台本身就是一个量子物体，它本身也具有不确定性。这并非臆测。量子场论告诉我们，即使在最低能态，量子场仍具有不可忽略的涨落。重力会对能量做出反应。黑洞让这场故事变得更尖锐。它一方面是广义相对论最壮观的预言，另一方面又把量子力学逼上舞台。霍金发现，黑洞并不真正全黑，量子效应使它具有温度，也能慢慢辐射能量。于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出现了：掉进黑洞的资讯最后去了哪里？如果黑洞完全蒸发，宇宙是否会遗失资讯？这个问题至今仍是通往量子引力的重要路标。当引力也被量子化时，许多研究者预期时空几何也会出现量子涨落，具体形式仍是未知数。问题是波动幅度有多大，波动结构是什么样的？如果没有完整的量子引力理论，我们就无法进行精确计算。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量子效应不能被忽略，但具体波动如何发生，仍取决于尚未完成的量子引力理论。量子力学定律要求如此。这里还有另一个奇怪的推论：在普朗克尺度上，黑洞的行为与大尺度下的行为截然不同。若把普朗克质量带入黑洞尺度估算，得到的事件世界大小会与普朗克长度处于相同数量级。它的史瓦西半径，也就是事件世界的大小，将会是普朗克长度。这类黑洞称为普朗克尺度黑洞或量子黑洞。它们会非常热，透过霍金辐射强烈的散发能量，以至于在大约一个普朗克时间内几乎瞬间蒸发。史蒂芬·霍金在1974年证明，黑洞并非完全是黑色的。由于事件世界附近的量子效应，它们会发射辐射。此机制涉及在世界附近出现的虚粒子对。通常情况下，这些粒子对会很快湮灭，但在地平线附近，一个粒子可能会落入地平线，而另一个粒子则会逃逸。逃逸的粒子会变成真正的辐射。从外部视角来看，
落入黑洞的粒子具有负能量，减少了黑洞的质量。较小的黑洞温度较高，蒸发速度较快，这种关系是反比的。质量是原来的2倍的黑洞温度只有原来的1半，蒸发速度也慢8倍。像我们在太空中观测到的那种大型黑洞，温度非常低，蒸发速度也极为缓慢。一个太阳质量的黑洞的温度大约比绝对0度高千万分之1度，它比充满太空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还要冷。这样的黑洞实际上吸收的能量比它释放的能量还要多，它正在增长而不是萎缩。但较小的黑洞温度高很多，质量与珠穆朗玛峰相当的黑洞温度约为摄氏100度，也就是水的沸点。质量相当于一艘大型飞船的黑洞会发出炽热的白光，温度可达数千度。而假想的普朗克质量黑洞，其温度会接近普朗克温度，也就是约时的32次方开尔文。那温度高的难以想象，远比目前宇宙中的任何物质都要热得多。在这种温度下，一个普朗克质量的黑洞会在大约时的-44秒内蒸发，这是一个普朗克时间，它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存在，然后以辐射的形式爆炸，释放出它所有的能量。这种辐射能量极高，光子能量达到普朗克能量等级，这使得一些物理学家提出，在普朗克尺度上，粒子和黑洞之间可能没有明显的差异。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称为粒子的东西可能就是量子黑洞。物质与时空几何之间的界限可能会变得模糊，我们习惯把物质和空间看成是不同的事物。物质存在于宇宙空间中，但在普朗克尺度上，这种差异可能就不成立了。走到这一步，粒子、黑洞与时空的界限开始模糊。在日常尺度，它们像3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到了普朗克尺度，它们也许只是同一套底层结构的不同表现。可是要真正理解这件事，我们还得回答一个更直观的问题：空间本身到底能不能被无限切割？空间、时间、物质和能量可能都是同一潜在量子引力结构的不同面向。换个角度想，粒子是能量的局部集中，黑洞也是能量的局部集中体，两者都有质量，两者都能产生重力场。唯一的差别在于黑洞有事件世界，但在普朗克尺度上，这种差异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粒子的康普顿波长及与其波动性相关的量子力学尺寸等于普朗克质量下的史瓦西半径。量子力学和重力效应变得同等重要。一些物理学家推测，如果从正确的角度观察，所有粒子都可能是微型黑洞，电子、夸克、光子在普朗克尺度上都可能是量子黑洞。但是有些黑洞的量子效应完全占主导地位，因此它们的行为不像经典黑洞。这只是推测，但它表明在普朗克尺度上，我们的概念可能需要多么根本性的改变。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普朗克长度之外存在什么？可以更小一点吗？或者说，普朗克长度真的是最小可能长度吗？这涉及到空间本身的本质。空间是连续的，可无限分割的吗？所以你可以一直放大吗？还是它是量子化的，由离散的片段组成？普朗克长度是最小单位，在经典物理学中，空间被认为是连续的。第5章，空间是连续的还是宇宙的像素？走到这里，一个古老问题终于挡在面前：一段距离真的能永远切成2半吗？1公尺可以分成半公尺，半公尺还能再分。只要数学允许，我们似乎可以一直切下去。可是假如空间有最小单位呢？假如某个尺度以下根本不存在更短的下一格呢？宇宙会不会像一幅看似平滑的数位影像？离得远时，你只看见完整画面；靠得足够近，才发现底下也许存在离散结构。请注意，这只是帮助理解的比喻。
普朗克长度尚未被证明是宇宙像素，但这个比喻会把我们带进一连串更棘手的问题。任两点之间都存在无穷多个其他点，你总是能找到两个点之间的中间点。空间可以无限分割，这是连续介质模型，它在数学上很优雅，而且数百年来运作良好。微积分是物理学的数学语言，它建立在连续函数之上，但从最深层来看，这可能并不正确。在某些离散时空模型中，空间量子化会对应一个最小的非零距离或面积尺度。如果普朗克长度真是最小单位，那么所谓半个单位就不再对应可定义的距离，这说不通。这就像问化学中半个原子是什么。原子是化学元素的最小单位，你可以把原子分解成质子、中子和电子，但那样你就不是在做化学了，你在研究核子物理。同样的，若某种理论把普朗克尺度设定为空间量子，普朗克长度便会扮演最小有效单位的角色。在较低的水平线上，距离的概念可能不再适用。你不再学习几何了，你正在做另一件事，一件我们目前还没有合适的语言来形容的事，这具有深远的影响。如果空间是量子化的，那么时间也是量子化的。有些模型进一步猜测时间也可能有最小有效尺度，而自然候选就是普朗克时间。在这类模型里，时间或许不再完全连续。电影针只是帮助想象的近似比喻。若这种猜想成立，宇宙底层会更接近离散结构，而不是无限可分的连续介质。一切都不会平滑连续的变化，而是会发生量子跃迁。这引发了一些疑问。如果时间是离散的，那么运动和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在连续时间中，物体会平滑地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经过所有中间点。在离散时间尺度下，它们会跳跃吗？或者是否存在某种量子叠加态，使物体同时处于多个位置，而透过测量可以确定其位置？如果空间是由像素构成的，粒子如何在空间中移动？如果一个电子从一个普朗克单元移动到下一个普朗克单元，它会瞬间从一个单元消失并出现在另一个单元中吗？那将违背相对论的精神。相对论认为世上不存在瞬时事物，或者电子以叠加态存在，分布在多个单元格中，测量将其坍缩到一个单元格中。量子力学表明，粒子根本没有确定的位置，而是以几率云的形式存在。所以，询问电子在离散空间的确切位置可能没有意义。电子的波函数将定义在离散晶格上，而不是在连续空间上。理论上这是可行的，你可以在晶格上进行量子力学研究。格点量子色动力学用来研究夸克和胶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一些理论，特别是圈量子引力理论，明确地预言了空间的量子化。如果面积与体积只能取离散值，宇宙并不会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显得一格一格，就像一张解析度极高的照片。单个像素非常微小时，肉眼看见的仍是连续色彩。真正困难的不是接受离散这个词，而是解释我们熟悉的平滑几何如何从离散量子结构中涌现。这一步才是理论必须完成的魔术。面积和体积只能取离散值，以普朗克长度的平方和立方为单位来量化。其他理论，如某些版本的弦理论，认为即使基本物体是普朗克大小的弦，空间也可能仍然是连续的。我们无法确定，我们需要进行普朗克尺度的实验才能确定。但以目前或可预见的技术而言，这样的实验似乎是不可能的。古希腊人思考过这些问题。西元前450年左右，伊利亚的芝诺提出了一个悖论，挑战了连续空间和时间的概念。他最著名的悖论，即二分法悖论，是这样的：要从 A 点走到 B 点，首先需要走完一半的路，但在覆盖整个一半之前，你需要先覆盖其中的一半，也就是总距离的1/4。在此之前，
还有1/4的一半1/8，以此类推，无穷无尽。如果空间是无限分割的，那么要走任何距离，都需要完成无限多步骤。但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无限多个步骤呢？因此，运动是不可能的。显然，运动是可能的，因为我们不断地看到它。但这个悖论揭示了关于空间和时间本质的深刻谜题。2000多年来，哲学家和数学家一直在与芝诺悖论做斗争。17世纪，牛顿和莱布尼茨发展的微积分，为处理无穷小量的无穷和提供了数学工具。你可以将无穷多个无穷小的距离相加，得到一个有限的结果。问题解决了，对吧？不完全是。微积分在物理学中表现出色，但它无法解决空间究竟是连续的还是离散的更深层的问题。微积分假设连续性，它是一种数学框架，而不是对物理现实的陈述。如果空间被量化并具有最小长度，芝诺悖论的解决方式就不同了。你不需要无限多步，因为你不可能无限的细分空间。最小的步长是普朗克长度。运动以离散的跳跃方式从一个普朗克尺度的区域跃迁到下一个普朗克尺度的区域。你不会经过无限多个中间点，因为中间点的数量不是无限多个。空间具有颗粒状结构，从 A 点到 B 点需要跨越有限数量的像素，但这又引出了其他问题。如果空间是由像素构成的，那么像素是什么形状的呢？小方块？这似乎很武断。为什么选择立方体而不是球体或八面体？立方体无法很好地铺满四维时空，你需要更复杂的形状。或许可以简化三角形在高维度空间的推广形式，它们是否像晶格一样形成规则的网格，从而破坏相对论的对称性？在狭义相对论中，空间在所有方向和所有参考系中看起来都一样。规则晶格具有优先方向轴，晶格沿着这些方向排列，这将违反各项同性，即空间没有优先方向的性质。环量子引力透过不规则网络来解决这个问题。自旋网络并非排列成规则的网格状。假如空间真的离散，运动也会变得陌生。物体是不是从一格跳到下一格？如果是，两格之间发生了什么？量子力学提供的答案不是缩小版的小球沿着格线滑动，更可能是状态之间的几率振幅发生变化。换句话说，最底层的移动也许根本不像我们肉眼看到的移动，它们更像是一张错综复杂的网，没有固定的方向。不同的观测者以不同的速度移动，会对同一个自旋网络做出不同的描述，但其底层的量子态是相同的。这既保留了相对论的精神，又有了离散的结构，或者这种结构更具动态性。或许时空几何在普朗克尺度上波动如此之快，以至于不存在固定的晶格结构。从远处看似乎是平滑的空间，实际上是翻滚的量子泡沫，其几何形状不断变化。几何的离散量子态是存在的，但它们处于叠加态，所有可能性都共存，直到测量导致波函数坍缩。物体如何在离散空间中运动？经典运动假设运动是连续的，物体在 t1 时刻位于 A 位置，在 t2 时刻位于 B 位置，并且在所有中间时刻位于所有中间位置。但如果空间和时间是离散的，那么中间位置和时间可能就不存在。其中一种可能性是瞬间移动，一个物体从一个像素消失，出现在相邻的像素中，而中间两个像素之间没有任何实际存在。但这似乎违反了能量和动量守恒定律。如果物体进行瞬间移动，则在移动过程中速度为零。动量是如何传递的？另一种可能性是量子穿隧效应的类似物。在量子力学中，粒子可以穿隧石垒，它们一会儿在一边，一会儿在另一边，中间却始终没有被侦测到。中间位置的侦测几率为零，
但它们还是能通过。或许在离散空间的运动与之类似，物体在一个像素中具有几率振幅，在一个相邻像素中具有几率振幅。运动是这些状态之间的量子跃迁。第三种可能性是，我们对普朗克尺度下运动的概念是错误的。我们认为物体是在空间中运动的东西，但或许在根本层面上，既没有物体也没有运动，只有几何形状的量子态，它们会根据量子规则而改变。我们所感知到的物体在空间中的运动是一种涌现现象，只有当我们从普朗克尺度放大观察时才会出现。这与关于现实本质的哲学问题有关。粒子是基本粒子，还是空间是基本空间？粒子会在空间中运动吗？或者说，空间本身就能产生粒子？在普朗克尺度上，这些差异可能会消失。一切事物或许都是同一个潜在的量子引力实体的不同面向。离散空间的概念也对对称性的概念提出了挑战。我们所知的物理定律在连续平移和旋转下是对称的。你可以将坐标系平移任意距离或旋转任意角度，物理定律仍然保持不变。这是连续对称性，它对现代物理学至关重要。诺特定理将对称性与守恒定律连接起来。时间平移对称性保证了能量守恒，空间平移对称性保证了动量守恒，旋转对称性保证了角动量守恒。这里还藏着另一道难题。相对论要求物理定律不偏爱某个方向，也不偏爱某种等速运动状态。如果空间真像固定方格纸，那些格线很容易选出特殊方向。可宇宙并没有明显表现出这种偏爱，所以任何离散时空理论都必须解释连续对称性为何在大尺度上如此精确。这不是小修小补，它是生死关卡。但如果空间是离散的，那么这些连续的对称性必然是近似的，它们是在大尺度上从某些潜在离散结构中涌现出来的。在普朗克尺度上，你不能用任意距离进行平移，因为距离是以离散单位表示的。你不能随意旋转角度，因为角度可能是量子化的。基本理论可能具有不同类型的对称性，或许是像晶体那样的离散对称性。圈量子引力透过具有可叠加的离散量子几何态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在大尺度上有效地创造出连续的时空。在普朗克尺度上，这些状态是离散的，但数量如此之多，而且它们混合得如此完全，以至于在更大的尺度上，连续对称性就会出现。这就好比水，虽然由离散的分子组成，但在人类尺度上却呈现出连续的流体状态。弦理论认为弦本身构成连续空间，因而实现了普朗克尺度截断。弦在连续的时空中振动，但由于它们只有普朗克长度大小，所以无法探测比自身更小的距离。所以实际上存在一个最小距离，即使空间本身是连续的。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理念，但两者都认真看待这样一种观点。在普朗克尺度上，量子效应和重力效应相遇，发生了根本性的新变化。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早期宇宙以及普朗克尺度物理学的作用。宇宙大爆炸是指宇宙诞生的那一刻，大约发生在138亿年前。但宇宙的起源究竟意味着什么？时间零点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在此之前，是否存在某种事物呢？这些问题困扰了哲学家和科学家数千年。广义相对论结合对宇宙膨胀的观测表明，从时间上往前推，宇宙会变得更小、更稠密、更热。星系正在相互靠近，气温升高，最终宇宙会达到一个时期，那时宇宙温度高到原子都无法存在。电子和原子核是分离的等离子体。再往前追溯，原子核本身会分裂成质子和中子，进一步的，质子和中子会分解成夸克胶子等离子体。若沿经典方程式继续倒推，密度与曲率会不断升高。但在普朗克时期附近，
这种外推已超出现有理论的可靠范围，大约在宇宙诞生后一个普朗克时间。此时宇宙的条件非常极端，量子引力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单凭广义相对论无法描述所发生的事，你还需要量子力学。这是普朗克时期，从0时刻持续到大约时的-43秒。在这极短暂的时期，可因果联系的尺度约在普朗克尺度附近，温度也可能接近普朗克温度，各种基本力可能处于某种尚未理解的统一状态。某些统一理论推测，在那种极端能量下，引力、电磁力、强力与弱力可能尚未呈现今天的分化。当时没有我们所知的粒子，空间和时间本身或许并不以我们今天所知的形式存在。普朗克时期发生了什么事？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缺乏计算工具，我们还没有完整的量子引力理论。我们可以根据候选理论进行推测，但我们不能确信。我们的语言也在这里变得笨拙。之前、之后、距离和位置，全都预设时空已经存在。可如果时空本身是由更深层关系涌现的，我们就像站在电影画面里，试图描述放映机还没启动前的状态。不是答案太神秘，而是问题本身可能用了错误的文法。这就像让19世纪的人描述核子物理学一样，他们没有相应的框架。我们在普朗克时期也处于类似的境地，不同的量子引力理论给了不同的答案。有人提出宇宙大爆炸起点可以用量子效应来解决，在经典广义相对论中，外推到0时间会得到无限密度、无限温度和无限曲率，所有物理定律都失效了。但量子效应或许能够阻止这些无穷大现象的出现。你还需要量子力学。当时没有我们所知的粒子。普朗克时期发生了什么事？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缺乏计算工具。第6章，大爆炸之前，真的什么都没有吗？当我们把镜头从最小尺度拉回整个宇宙，一件奇妙的事发生了。最小与最大竟然在宇宙诞生的问题上碰面，把今天的膨胀倒着播放。星系彼此靠近，物质越来越稠密，温度不断升高。最后，我们回到大爆炸后极早的一瞬间，在那里，所有可以观测的线索都指向极端能量，我们的方程式也开始失灵。所以大爆炸以前发生了什么？也许不是一句可以用普通时间回答的问题，可是物理学家仍然提出了几种大胆可能。宇宙可能有一个量子起点，也可能经历收缩与反弹，甚至可能只是更庞大宇宙家族中的一个成员。接下来的故事会比任何神话更陌生，它们没有相应的框架，所有物理定律都会失效，但量子效应或许可以阻止这些无穷大现象的出现。想想波尔原子模型，在经典物理学中，围绕原子核运行的电子应该向内螺旋运动，辐射能量，并在极短的时间内撞击原子核。原子应该是不稳定的，但量子力学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电子无法螺旋式运动到低于某个能量级的位置，存在一个它无法低于的基态。量子力学使原子免于经典坍缩。类似的，量子效应或许可以阻止宇宙坍缩成起点，可能存在一个最小尺寸，一个与普朗克尺度相关的最小密度。宇宙不可能压缩到小于普朗克长度，也不可能密度大于普朗克密度。结果会怎样呢？这取决于理论。一种可能性是，时空本身是从一种不具备通常的空间和时间概念的量子态中产生的。在普朗克纪元之前，询问发生了什么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时时间并不存在。时间是一种属性，当宇宙达到某个规模或状态时，时间就会出现。在其下方，只有几何体的量子叠加态，没有明确定义的时间坐标。再想想温度的问题，温度是系统中粒子平均动能的体现，这是集合的一种统计属性。
单一粒子没有温度，温度是一个涌现的概念，需要许多粒子来解释。同样，时间可能是一种涌现属性，需要一定的最小复杂性或规模才能有意义。这就是哈特尔·霍金提出的无边界方案所建议的。詹姆斯·哈特尔和史蒂芬·霍金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追溯到宇宙大爆炸，时间变得像空间一样。在大爆炸附近，空间和时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你不能问宇宙大爆炸之前发生了什么，就像你不能问北极以北是什么一样。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因为时间方向要么终止，要么变成类似空间的方向。在哈特尔·霍金模型中，宇宙在时间上没有边界，它是有限的但无界的，就像地球表面是有限的但没有边缘一样。你可以走遍地球上的任何地方而不会掉下去。有人常问，大爆炸之前是什么？最诚实的回答是，我们不知道。而且之前这个词未必适用。如果时间与宇宙一起涌现，那么寻找第一刻以前的时刻，就像站在北极继续向北。你不是还没走到答案，而是原本的方向定义已经走到尽头。同样，你可以回到宇宙大爆炸的时代，但在宇宙大爆炸之前却不存在任何时刻。时间本身就起源于此，从量子引力状态涌现。从数学角度来看，哈特尔·霍金模型使用了欧几里得量子引力，他们不使用实际时间坐标，而是使用虚时间。虚时间就像空间维度一样，宇宙的量子态是透过对所有可能的四维几何形状，在特定边界条件下求和来计算的。由此得到的是宇宙的波函数，它是一种量子态，描述了所有可能的几何形状及其几率。这存在争议，也只是推测。虽然数学上很复杂，而且涉及近似计算，但它展示了量子引力解决大爆炸起点的一种途径。时间或许无法无限延伸到过去，它可能起源于宇宙大爆炸，从一种没有时间概念的量子引力状态中诞生。其他一些理论认为，宇宙大爆炸可能只是反弹，这是圈量子宇宙学的预测。在这种情况下，宇宙并非起源于大爆炸，它之前以收缩阶段存在过，它可能经历了数十亿年甚至数万亿年的收缩，变得越来越小，密度越来越大。但是当密度达到普朗克尺度时，量子效应并没有坍缩成起点，而是开始发挥作用。在圈量子引力中，量子几何在普朗克密度处产生排斥效应，这与气体或辐射产生的正常压力不同，这是由量子化空间结构所产生的几何效应。当空间被压缩到普朗克尺度时，量子几何会阻止进一步的压缩。反弹宇宙提供了另一幅画面，在某些量子宇宙学模型里，宇宙先收缩，密度升高到极端程度后，量子几何效应阻止基点形成，收缩转为膨胀。大爆炸于是不再是从无到有的瞬间，而是一道把前一个阶段连到今天的门槛。这很迷人，但我们仍缺少决定性的观测证据。相反，它会产生反弹，将收缩逆转为扩张。大约140亿年前发生了宇宙大爆炸，我们称之为宇宙大爆炸，但这并非开始，这是从收缩阶段向扩张阶段的过渡。在反弹之前，宇宙是巨大的，或许是无限的，它很古老，存在的时间无法确定。然后它开始收缩，重力将万物聚集在一起，宇宙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热，直到达到普朗克尺度。然后发生了量子反弹，膨胀开始了。如果正确，这将解决许多宇宙学难题。宇宙从何而来？它并非来自任何地方，它一直都存在。在这类模型里，答案是先前的收缩阶段。为什么早期宇宙如此平滑均匀？因为收缩阶段压缩了所有东西，使不规则之处变得平滑。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最初的收缩？为什么收缩前的扩张阶段会结束？目前的扩张最终会逆转为新的收缩，从而导致无休止的循环吗？
如果属实，已经经历了多少周期？宇宙是否存在第一个周期？还是宇宙一直永恒的循环？这些问题正在积极研究中。有些模型认为宇宙会经历无限的膨胀和收缩循环，每个周期可能持续数千亿年。大坍缩变成大反弹，变成新的大爆炸。一个永恒循环的宇宙，既无开始也无结束。其他模型表明，这些周期可能不完全相同。每一次反弹都可能创造出一个性质略有不同的宇宙，不同的常数，不同的粒子，不同的力。多元宇宙可能并非存在于空间中，而是存在于时间中。不同的时期拥有不同的物理定律，但也有一些观点认为，我们的宇宙是更大的多重宇宙的一部分，其中许多宇宙同时存在，每个宇宙都可能有不同的物理定律。在永恒大膨胀的情景中，快速扩张及大膨胀永远不会在任何地方完全停止。相反，不同地区的大膨胀停止的时间也不同，每个停止运作的区域都会变成一个独立的宇宙，拥有自己的属性。我们可观测的宇宙，也就是我们用望远镜所能看到的一切，只是无限宇宙泡沫中的一个气泡。每个气泡的基本常数可能都不同，有些地方的重力可能更强，有些地方则较弱，有些可能含有不同类型的粒子，还有更大胆的途径。也许黑洞能孕育新的时空区域，也许宇宙常数与基本参数会在不同宇宙中取不同数值，也许我们所在的宇宙只是巨大族谱中的一条支线。这些想法能刺激计算，却不能因为壮观就被当成事实。科学的悬念恰恰来自想象力与证据之间那段尚未填满的距离。大多数可能是不孕的，无法形成恒星、星系或生命。我们存在于一个具有生命所需特性的气泡中，因为只有这样的气泡才有观测者。这是人则原理，在物理学界备受争议。批评者认为，如果允许常数任意变化，理论就会失去预测能力。你可以这样解释任何事情，我们恰好生活在一个它是真的宇宙中。支持者认为，如果将人则原理与关于在观测者存在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情况的可检验预测相结合，那么人则原理可能是合理的。有人认为宇宙以另一种方式循环往复。保罗·史坦哈特和尼尔·图罗克提出了一个循环模型，其中我们的三维宇宙是一个大脑嵌入高维空间的立体曲面。弦理论可以解释这种大脑的存在。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与我们大脑平行的大脑，这两个大脑会周期性的碰撞，每一次碰撞都是宇宙大爆炸，重置我们的宇宙并开启一个新的循环。碰撞间隙，大脑会逐渐分离。在这个阶段，每个大脑都在悄悄进化。暗能量，这种加速膨胀的神秘力量，可能是由于大脑分离所造成的。最终，大脑达到最大分离度，然后再次开始靠近，它们碰撞，产生巨大的能量，并在新的宇宙大爆炸中转化为物质和辐射。然后，这个循环又重复。该模型解决了几个宇宙学问题，并做出了一些可检验的预测，但这需要尚未观察到的额外维度和大脑结构。这是一个巧妙的设想，但目前只是推测。所有这些想法，哈特尔霍金理论、无边界理论、循环量子宇宙学反弹理论、永恒膨胀理论、多元宇宙理论、循环脑碰撞理论，都涉及普朗克尺度物理学。要了解宇宙的起源，就需要了解当量子力学和重力在极端能量和极小距离下相遇时会发生什么。普朗克长度和普朗克时间标志着已知物理学与基本奥秘之间的界限。大膨胀即宇宙大爆炸后不久发生的一段快速扩张时期，也与普朗克尺度有关。艾伦·古斯于1980年提出暴胀理论，以解决几个宇宙学问题。标准的宇宙大爆炸理论有一些他无法解释的谜题，其中之一是地平线问题。
在标准的宇宙大爆炸模型中，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宇宙的不同区域之间，从来没有因果联系。自从宇宙大爆炸以来，光还没有时间在它们之间传播，但它们都具有相同的温度和相同的性质。如果它们无法沟通，它们是如何协调的？大膨胀理论透过提出所有这些区域在大膨胀之前都曾经处于热平衡状态而解决了这个问题。大膨胀，然后在一段短暂的指数膨胀期，可能持续时的-30秒，将一个很小区域拉伸到比目前可观测宇宙更大的尺寸。如今相距遥远、因果关系不明的地区，曾经彼此靠近并处于热平衡状态。另一个难题是平面性问题。从几何学角度来看，宇宙几乎是完全平坦的，它不像球体或鞍形那样弯曲，至少肉眼无法察觉。但在标准的宇宙大爆炸理论中，宇宙应该会逐渐偏离平坦状态。要想像我们观察到的那样平坦，早期宇宙一定经过了极其精确的调整，就像用笔尖保持铅笔的平衡一样。为石磨爆胀理论把极早期宇宙的一次急速膨胀放在故事核心，它能解释宇宙为何如此平坦，也能解释相距遥远的区域为何如此相似。量子涨落在爆胀期间被拉大，后来成为星系与星系团的种子。换句话说，今天夜空中最巨大的结构可能源自早期宇宙最微小的量子颤动，最小和最大再一次扣在一起。膨胀理论透过拉伸空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使得任何初始曲率都被消除。这就像是给气球充气一样，气球表面的一小部分是弯曲的，但当气球充气到巨大尺寸时，任何一小块区域看起来都是平坦的。同样的，爆胀将宇宙拉伸到如此大的程度，以至于即使整个宇宙是弯曲的，可观测区域看起来也是平坦的。膨胀理论还可以解释宇宙结构的起源，也就是星系和恒星是如何形成的。在宇宙早期，量子涨落造成了微小的密度变化，有些地区的密度略高于平均水平，有些地区的密度则略低于平均值。这些变化非常微小，大约只有10万分之一。在爆胀期间，这些量子涨落被拉伸到了宏观尺度。由于驱动爆胀的爆胀子场的量子不确定性，从普朗克尺度开始的涨落扩展到了比可观测宇宙更大的尺度。膨胀结束后，密度较大的区域在数百万年的引力作用下逐渐坍缩，形成了星系和恒星。太惊艳了！跨越数十亿光年的星系分布可以追溯到普朗克尺度的量子涨落。宇宙中最大的结构源自于最小的量子涨落，这一可观测、可检验的方式将普朗克长度与宇宙尺度连接起来。我们透过观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来测量这些密度变化。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大爆炸后38万年发出的光，当时宇宙第一次变得透明。这种辐射中冷热斑块的分布模式与早期宇宙中的密度变化相对应，它与通膨预测吻合得非常吻合。不同的通膨模型对这些模式做出了不同的预测。透过精确测量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我们可以检验爆胀理论，并了解爆胀期间的物理现象。由于宇宙膨胀发生在接近普朗克尺度的极高能量下，我们透过宇宙学观测间接地探测量子引力机制。其中一项关键测试涉及原始重力波。膨胀应该会产生重力波及时空中的涟漪，这是由几何本身的量子涨落引起的。这些波会在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偏振中留下特定特征，称为闭模。侦测到闭模时将证实爆胀的存在，并告诉我们爆胀发生时的能量尺度。如果爆胀能量尺度接近普朗克能量，换句话说，量子引力在爆胀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将获得接近普朗克尺度的物理学观测证据。多项实验正在寻找闭模式，目前尚未发现此类现象，
这限制了通膨模型的适用性。但搜寻工作仍在继续，研究人员使用了越来越灵敏的仪器。大膨胀也存在普朗克尺度以外的问题。在指数膨胀过程中，小于普朗克长度的尺度被拉伸到可观测的尺寸，波长从亚普朗克尺度变成超普朗克尺度。这样说得通吗？我们能相信涉及普朗克长度以下物理现象的计算结果吗？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知道普朗克长度以下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的理论站不住脚。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能讨论亚普朗克物理学，我们又如何能相信暴胀预测呢？不同的量子引力方法对超普朗克模式是否会影响可观测预测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普朗克尺度物理学有更深入的了解。第7章，看不见普朗克世界，我们怎么知道它存在？到目前为止，我们谈了许多理论，但科学不能只停留在漂亮的想法，在优雅的方程式也必须接受自然的审判。问题是，人类不可能建造一台直接抵达普朗克能量的加速器，所需能量远远超出任何可想象的工程规模。那么，实验物理学家还能做什么？答案是不正面撞门，而是寻找门缝里露出来的光。一颗飞越数十亿光年的高能光子，一次黑洞合并留下的重力波，宇宙微波背景中微弱的偏振，又或者2个被放进量子叠加态的小质量物体，任何一个细小偏差都可能是更深层物理留下的指纹。现在让我来探讨一下现代实验和理论方法。这些方法或许能让我们间接地解普朗克尺度的物理学。虽然我们无法建造普朗克尺度的加速器，但物理学家已经发展出巧妙的方法，在可及的尺度上检验量子引力预测。一个很有前景的研究方向是探索时空如何可能是离散的而不是连续的。如果空间是由普朗克尺度的像素所构成的，这可能会影响高能粒子的传播。想象一下，一辆车行驶在平坦的道路上和行驶在鹅卵石街道上的差异。在平坦的道路上，汽车行驶毫不费力，而卵石路面有震动感，道路的颗粒结构会影响车辆行驶。类似的，如果时空在普朗克尺度上具有颗粒状结构，这可能会影响粒子的传播，尤其是在波长接近普朗克尺度的高能量下，这可能表现为洛伦兹不变性的微小违反。物理定律对于所有以恒定速度运动的观测者都相同。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是建立在洛伦兹不变性之上的。光速对所有观测者来说都是恒定的。时间膨胀和长度收缩确保物理定律在所有惯性参考系中具有相同的形式。但一些量子引力理论预测，在极端能量下会出现微小的洛伦兹对称性违背。例如，光速可能略微取决于光子能量。在标准物理学中，所有光子在真空中都以完全相同的速度运动，与能量无关。红光、蓝光、伽马射线都以光速传播。但是，如果时空在普朗克尺度上是离散的，那么高能量光子与离散结构的相互作用可能与低能量光子不同，它们的行进速度可能会略快或略慢，影响将极为微小。我们说的是可能只有1/10到1/30甚至更小的差异。速度差异小于每秒1米，在实验室中完全无法测量。但关键就在这里，聪明才智就派上用场了。我们可以观测到，来自遥远天体已经传播了数十亿年的光子，即使是微小的速度差异，在如此巨大的距离和时间里也会累积起来。伽马射线暴尤其有用，这些是宇宙中最剧烈的事件之一，可能源自于中子星碰撞或大质量恒星坍缩，它们产生的光子能量比可见光高数百万倍，高达数千亿个电子伏特。当数十亿光年之外发生伽马射线暴时，
它会在短暂的闪光中同时发射出许多不同能量的光子。如果光速取决于能量，那么高能量光子和低能量光子虽然同时发射，但到达地球的时间会略有不同，相差几毫秒或几秒钟。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测量的时间延迟。卫星和地面上的灵敏探测器不断监测伽马射线暴，并测量不同能量光子的到达时间。天文学家仔细研究了数十次伽马射线暴，寻找这种与能量相关的延迟时间。到目前为止，观测尚未可靠发现光速会随光子能量而系统性改变。在考虑爆发源本身的放射时间差后，观测没有显示可归因于长途传播的稳定能量延迟。部分事件能提供极严格的时间限制，这对量子引力理论提出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因此，任何预测光速在现有灵敏度范围内明显随能量改变的模型，都会受到排除或严格限制。这真是令人惊叹。我们正在利用遥远天文物理事件的观测，来约束普朗克尺度的物理学。第一类线索来自宇宙为我们准备的天然加速器。遥远爆发产生的高能光子与宇宙射线，穿越漫长距离才抵达地球。如果时空结构会让不同能量的粒子出现极微小速度差，数十亿年的旅程可能把差异累积到可测程度。目前的观测没有给出确凿的量子引力讯号，但没有看到同样有价值。它会排除一部分模型，迫使理论收窄可能范围。普朗克尺度比典型原子尺度小约25个数量级。当然，没有出现某种效应并不能证明空间是连续的，它可能是离散的，不会产生可测量的洛伦兹违背，或者其影响可能小于目前的敏感度，但它排除了某些模型，并指导了理论发展。另一种实验方法是在粒子物理学中进行超精密测量。标准模型描述了所有已知的粒子以及4种基本粒中的3种。几十年来，它经过了极其精确的测试，但标准模型并未考虑重力。这是一个有效的理论，适用于一定的能量尺度，可能远低于普朗克能量。在极高能量下，量子引力效应可能会略微改变标准模型的预测。改动虽小，但现代实验的精确度极高。大型强子对撞机测量某些量的精确度优于 1%。未来的对撞机或许能做得更好。如果量子引力预测在可及能量范围内会发生特定变化，我们可以检验这些预测。这需要运用量子引力理论进行详细计算，但由于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理论，因此这很有挑战性。但物理学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们根据候选理论计算预测结果，并与实验数据进行比较。例如，如果弦理论预测的额外维度比最初认为的要大，那么这些额外维度可能会影响 LHC 能量下的粒子交互作用。如果存在额外的维度，并且这些维度是可以进入的，粒子可能会逃逸到这些维度中，从而在碰撞中表现为能量的缺失。或者需粒子可以在额外的维度中传播，稍微改变已知粒子之间的作用力。大型强子对撞机一直在寻找这类效应，目前尚未发现任何此类情况，这限制了额外维度的大小，它们必须小于某个阈值，否则根本不存在。再次强调，没有产生效果本身就具有启发性，它缩小了可能性范围，并指导了理论发展。依照目前规划，雷射干涉仪空间天线 LISA 预计约在2035年发射，成为首座太空重力波天文台。与位于地球表面探测高频重力波的 LIGO 不同， LISA 将探测频率低得多的重力波。它将由3艘太空船组成，以三角形队形飞行，彼此相距数百万公里。这条巨大的基线使 LISA 能够探测到周期为几分钟到几小时的引力波，而 LIGO 的探测周期仅为几毫秒。不同的辐射源会产生不同频率的波。LIGO 等地面探测器已侦测到恒星级黑洞合并与中子星合并产生的重力波。
LISA 的主要目标包括遥远星系中超大质量黑洞的合并，也会搜寻可能来自早期宇宙相变、宇宙弦或其他机制的随机重力波背景。若能找到早期宇宙的重力波背景，它可能携带远高于人造加速器能量尺度的物理讯息。许多暴胀模型预测，早期时空的量子涨落会留下张量扰动，也就是原始重力波。这些波会在整个宇宙历史中传播，随着宇宙的膨胀而被拉伸和红移。这些背景经宇宙膨胀拉伸后可能落在不同频带，是否进入 LISA 的灵敏范围，取决于它们的来源与频谱。如果 LISA 成功，我们将获得有关量子引力发挥重要作用的条件的直接观测资料。不同的膨胀模型预测原始波的振幅和频谱各不相同。透过测量它们，我们可以区分不同的模型并限制量子引力理论。难点在于敏感性。第二类线索来自重力波与宇宙早期留下的微弱回声。地面干涉仪已能听见黑洞与中子星合并。未来的太空任务 LISA 计划用3艘相距约250万公里的太空船捕捉更低频率的时空涟漪。如果某些波形出现经典广义相对论无法解释的细节，那可能指向新物理，但任何异常都必须先排除仪器误差与天体环境。宇宙不会因为我们期待惊喜就自动交出答案。原始重力波如果存在，现在应该已经非常微弱了。它们已经旅行了近140亿年，由于宇宙膨胀而被稀释了。要侦测到它们，需要消除所有其他噪音源。LISA 的设计包括复杂的系统，用于将太空船与震动、太阳风、热波动以及任何可能掩盖重力波讯号的因素隔离。该航天器将进入太阳轨道，并跟随地球运行。依照现行任务设计，3艘太空船会构成边长约250万公里的三角形。雷射光束穿过太空船，而穿过太空船的重力波会扭曲时空，略微改变距离。干涉测量法可以测量这些微小的距离变化，对小于原子宽度、跨越100万公里基线的变化都非常敏感。地面上，人们正在提议建造下一代粒子对撞机。未来环形对撞机 FCC 将是一个周长100公里的环形结构，比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 大4倍。它将使粒子以高达100兆电子伏特的能量碰撞，大约是 LHC 的7倍。这些能量与普朗克能量还相差甚远。普朗克能量约为10的28次电子伏特，即使碰撞能量达到约10的14次方电子伏特，仍比普朗克能量低约14个数量级。但即使在可及的能量范围内，量子引力效应也可能表现为微妙的变化。FCC 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测量标准模型参数，任何偏差都可能暗示着新的物理学。中国提出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也代表另一种方向，先以较低碰撞能量进行高精度测量，而不是只追求最高能量。有时，透过精确测量比透过蛮力更容易发现细微的影响。透过极度精确的测量某些过程，你可以看到在能量更高、过程更剧烈的情况下，是看不见的微小量子引力修正。在宇宙学领域，位于智利的西蒙斯天文台正在建造专门用于测量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偏振的望远镜。极化模式携带了有关原始重力波的资讯。先前的实验如 BICEP 设定了上限，但尚未侦测到 B 模式。西蒙斯天文台希望把偏振测量推得更灵敏。如果原始 B 模讯号落在可达范围内，它就可能进一步逼近或发现这种讯号。包括 CMBS4 构想在内的下一代宇宙微波背景观测，目标是进一步提高偏振测量的灵敏度。相关计划希望结合多地望远镜与大量探测器，长期观测天空。实际规模与时程仍取决于后续建设安排，目标是以前所未有的细节。
绘制大片天空中的宇宙微波背景偏振图，有可能探测到壁膜，从而为宇宙膨胀提供证据，并提供有关宇宙膨胀发生时的能量尺度的信息。为什么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偏振如此重要？当光与电子发生散射时，就会发生极化。我们观测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早期宇宙中原子形成初期由电子散射产生的。偏振模式取决于散射发生时存在的扰动，密度扰动演变为星系，并产生一模偏振模式。这一点已被精确检测和测量，它与膨胀预测非常吻合。但重力波会产生一种称为闭模式的不同模式。若能可靠侦测到原始闭模偏振，将是原始重力波的强力证据，也会对许多暴胀模型形成重要支持。但仍需排除前景污染并比较其他可能来源。如果侦测并测量闭模，我们将了解暴胀的能量尺度。如果能量尺度接近普朗克能量，那就意味着量子引力在暴胀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将获得接近普朗克尺度能量的物理现象的观测证据，这将是一项非凡的突破。它将普朗克长度与可观测的宇宙学联系起来。在粒子物理学中，低能实验仍在继续寻找异常现象。费米实验室的 Muon G2 实验以惊人精度测量秒子的反常此举。秒子此举的故事也提醒我们不要太快宣布发现。费米实验室在2025年公布最终测量，把实验精度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可是要判断它是否偏离标准模型，还取决于强作用相关理论计算如何收敛。因此，现阶段更稳健的说法是，实验极其精确，理论比较仍在演进。它未必直接指向量子引力，却能测试标准模型是否留下了缝隙。2025年公布的最终实验值极其精确，它与标准模型是否存在显著偏差，仍取决于持续更新的强作用理论计算。这可能是统计波动，也可能是新物理学的征兆。会不会是量子引力？可能不会直接导致这种情况。这种效应更有可能是由标准模型中未包含的未知粒子或力引起的。但任何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物理学都很有趣，因为它表明标准模型是不完整的。我们知道标准模型一定是不完整的，因为它没有包含引力。发现标准模型中的漏洞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完整的理论，包括引力，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深地中微子实验 DOM 将从伊利诺州费米实验室向1300公里外的南达科他州探测器发射中微子束，透过观察中微子在这个距离上如何在不同位之间震荡。DOM 将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测量中微子的特性。一些量子引力理论预测，在极高的能量下，狭义相对论会出现微小的违背现象。这些违规行为可能会影响中微子振荡。这些影响虽然微乎其微，但 DOM 的灵敏度或许足以探测到它们。即使 DOM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这些测量结果也将限制量子引力理论。暗物质实验也提供了潜在的窗口。我们知道暗物质的存在是源自于重力效应，但我们不知道它是由什么粒子构成的。最有希望的候选粒子是弱相互作用大质量粒子，但数十年的寻找仍未找到它们。下一刻，距离可能完全不同，因为几何形状发生了变化。明确的距离或时间间隔的概念本身可能会失效，不只是距离变短了，而是距离的概念本身变得模糊。这具有深远的影响。在量子力学中，我们已经习惯粒子具有不确定的位置和不确定的动量，但我们仍然认为空间本身是一个固定的背景。这种不确定性在这个背景上发挥作用。在普朗克尺度上，即使是这种背景杂讯也会波动。太空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这并非臆测。量子场具有涨落，而引力会对能量做出反应。
这强烈暗示时空几何在极小尺度也不能永远保持固定。但完整描述仍有待量子引力理论。量子力学定律要求如此。它的史瓦西半径，也就是事件世界尺度，会落在普朗克长度附近。这类黑洞称为普朗克尺度黑洞，或称为量子黑洞。暗物质则像另一位从不露面的角色，我们看不见的发光，却从星系旋转、引力透镜和宇宙结构中感受到它的重力。它可能由尚未发现的粒子构成，也有人研究它是否与早期宇宙、原初黑洞或额外维度有关。任何一种解释都尚未获得定论，但只要找到暗物质的真身，我们对物质与时空如何相连的理解就可能被改写。一些理论家提出暗物质可能与量子引力有关，暗物质粒子或许是普朗克时代的遗迹，是早期宇宙中形成的原始黑洞，或是额外维度的表现。发现暗物质并了解其性质，或许能帮助我们了解量子引力。Lux-Ziblin 也就是 LZ 实验，使用约7吨活性液态纤来寻找暗物质交互作用。当暗物质粒子穿过时，它偶尔可能会与氙原子核碰撞，产生微弱的闪光。此探测器灵敏度足够高，可以探测到单一碰撞。到目前为止，尚未探测到暗物质，但实验仍在继续。每年收集的数据都在提高灵敏度。在理论方面，研究人员利用超级电脑来模拟量子引力效应。这些并不是对真实量子引力的模拟，因为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但它们是对玩具模型的模拟。这些模型捕捉到了一些特征，同时又足够简单易于计算。研究人员透过产生随机事件网络并观察哪些几何结构出现来模拟因果集理论。另一些研究者利用 SCFT 对偶，在不含动力学引力的对偶量子场论中计算某些黑洞性质。这些模拟有助于人们直观地了解量子引力是如何运作的。量子电脑越来越多地用于这些模拟。与处理表示0或1的位元的经典电脑不同，量子电脑使用处于两重状态叠加态的量子位元，这使得它们能够有效率地模拟经典电脑难以处理的量子系统。研究人员利用量子电脑模拟了简单的量子引力模型和时空涌现。这些是玩具模型，远比真实宇宙简单得多，但它们有助于检验想法。随着量子电脑的不断改进，它们将能够模拟更复杂的模型，从而有可能提供经典计算无法提供的见解。人们对可能探索量子引力的桌面实验也越来越感兴趣。这些粒子虽然达不到普朗克能量，但可以透过巧妙的设计来侦测到微妙的量子引力效应。一种方法是将大质量物体置于量子叠加态。量子力学通常研究微小粒子，但原则上它适用于任何大小的物体。你能把一个可见的物体置于量子叠加态，使其同时存在于两个位置吗？多个团体正在为此努力。挑战在于如何将一个大质量物体与环境充分隔离，使其保持量子行为。与环境的每一次相互作用都会导致叠加态因退相干而破坏。但最近的实验已经实现了质量越来越大的物体，从分子到微观粒子的量子叠加。这和量子引力有什么关系？因为如果你能将一个大质量物体置于叠加态，那么它的重力场也会处于叠加态，这就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下，重力和量子力学可以发生可测量的相互作用。一些量子引力理论预测了该机制下的特定效应，观察这些效应将有助于我们了解量子引力。另一种桌面方法涉及小尺度上的超精确重力测量。由于重力非常微弱，因此它是实验室尺度上最难测量的力。但实验已经测量出，在约50微米的距离内，重力仍然存在，这大约相当于一根头发的宽度。一些量子引力理论预测重力在小尺度上会改变。
额外的维度可能会增强近距离内的引力。其他理论预测会出现新的力量。这些实验透过在可及的最小距离上精确测量引力，来约束理论。到目前为止，引力在测量的最小尺度上，都表现得与牛顿和爱因斯坦的预测完全一致。这排除了某些量子引力模型，并限制了其他一些模型。随着实验技术的进步，我们将逐步缩小规模，并设定更严格的限制。原子钟的精度已经非常高，可用于基础物理实验。当今最好的原子钟的精度约为10的18次方分之一。150亿年后，它们的误差不会超过1秒。这比宇宙的年龄还要长。以这样的精度，原子钟对几公分的高度变化所引起的广义相对论效应非常敏感。取2个原子钟，将其中一个放在比另一个稍高的位置，由于重力场引起的时间膨胀，较高的原子钟运行速度会明显加快。原子钟能否侦测到量子引力效应？有可能。一些理论预测，广义相对论存在微小的违背现象，可以用足够精确的时钟来侦测。研究人员正在探索这种可能性。他们比较不同地点的时钟，寻找可能显示新物理学的异常现象。关于量子纠缠和时空结构的研究非常引人入胜。最新研究表明，量子纠缠与空间几何之间存在深刻关联。这类思路部分来自全相原理与 NCFT 对偶的研究。其理念是，当不同区域的量子场发生纠缠时，这种纠缠实际上会在这些区域之间建立起空间连结。纠缠程度越高，距离越短。如果能够以某种方式将这些场区分开来，区域之间的距离就会增加。如果纠缠发展到极致，各个区域就会完全隔绝。这意义深远。这显示空间本身并非根本性的。近年的另一条道路，从量子资讯出发。量子纠缠原本像是粒子之间的奇特关联，现在一些研究暗示，几何本身也许与纠缠结构密切相关。如果某些时空连结真能由纠缠模式描述，那么距离可能不是最基本的东西，距离也许是资讯关系在宏观世界中的翻译。这仍是前沿研究，却让一个古老问题换了新问法：宇宙的底层究竟是物质、几何还是资讯？空间是从更基本的量子系统中的量子纠缠模式中产生的。距离并非现实的基本属性，这是一个导出量，是量子资讯分布和关联方式的结果。物理学家们正在利用量子电脑和量子模拟器来探索这现象。他们正在创建具有可控纠缠的简单量子系统，并研究空间结构如何从纠缠模式中涌现。这些是玩具模型，远比真实的时空简单得多，但它们或许能教导我们一些关于空间如何运作的基本道理。想象量子位元的集合。量子位元是量子电脑的基本组成单元。每个量子位元可以处于状态0、状态1，或是两者的量子叠加态。现在，想象一下，将这些量子位元依照特定模式纠缠在一起。此模式定义了一个网路。有些量子比特是强烈纠缠的，有些是弱纠缠的，有些则根本不纠缠。你可以根据量子比特对之间的纠缠程度，来赋予它们距离。强烈纠缠量子比特彼此靠近，若纠缠量子位元之间的距离很远。完全不纠缠的量子比特不属于同一个空间。从这个纠缠网络中，你可以推导出几何结构，也就是具有距离关系的空间。这是一个关于涌现空间的玩具模型。真正的时空涌现要复杂得多，它涉及量子场而不是简单的量子比特，并且包括时间和空间，但基本想法是一样的。空间或许并非至关重要，它可能源自于量子资讯理论。如果属实，这将对普朗克尺度物理学产生影响。量子资讯的离散性或许可以解释为何空间在普朗克尺度上呈现离散状态。
量子系统具有离散的能阶和离散的状态。如果空间是从量子系统中涌现出来的，那么它可能会继承离散结构。这也为解决黑洞资讯悖论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案。落入黑洞的资讯并不会消失，它被编码在黑洞内外量子场之间的纠缠结构中。当黑洞透过霍金辐射蒸发时，讯息会以辐射中微妙的关联性逐渐泄露出来，讯息得以保留，只是经过了高度加密。目前也有人积极研究可能模拟量子引力效应的模拟系统，这些是凝聚态物质或流体动力学系统，它们的数学结构与量子引力类似，尽管它们描述的是不同的物理情况。某些流体中的声波行为与弯曲时空中的光行为非常相似，流体流动会形成一种有效的几何形状，声波可以透过这种形状传播。如果流体具有适当的性质，这种几何形状甚至可以包含一个类似黑洞的世界，声波无法逃逸到世界之外。这些被称为模拟黑洞或亚洞。物理学家已经在实验室中制造了它们，它们不是真正的黑洞，它们与重力无关，它们只是精心排列的流体，所以声波在黑洞附近表现得像光一样。但是透过研究模拟系统，我们或许可以了解真实黑洞世界附近的量子效应。有些实验甚至尝试在桌面尺度制造可控类比，流体、超冷原子与量子模拟器，可以模仿世界或弯曲时空中的某些数学特征。它们不是迷你黑洞，也不等于真正的量子重力。但若类比系统出现霍金式辐射或其他预期行为，就能帮助研究者检验数学机制。我们或许无法把探测器送进黑洞，却可以在实验室里让部分方程式接受考验。一种预测是，模拟黑洞应该会发出模拟霍金辐射，由模拟世界附近的量子涨落所产生的声波热谱。这将是对霍金辐射机制的实验验证，即使它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理系统中。研究人员声称观察到了这种效应，但结果仍存在争议。关键在于，我们可以透过研究在实验室中实际建构和控制的系统来了解量子引力，与真实量子引力有一些数学特征相似的系统，但在可控尺度上运作。此外，还有关于经典重力量子修正的研究，即使我们无法达到普朗克尺度，量子效应也可能在较低能量下对经典广义相对论的预测产生微小的修正。修正值会很小，但透过极为精确的实验或许可以测量出来。重力波观测提供了一种途径， LIGO 和其他探测器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宇宙的新视窗。目前的探测器能够相当精确地测量重力波的特性，未来的探测器将更加灵敏。量子引力或许可以预测重力波传播的细微变化，波的传播速度可能会因频率的不同而略有差异，波的能量损失方式可能与古典理论的预测不同，波可能具有经典引力所不允许的额外极化状态。目前尚未观察到这些影响。到目前为止，观测结果在测量不确定度内与经典广义相对论相容，但随着探测器的改进和我们观测到的事件越来越多，我们或许能够侦测到量子引力修正。这将使我们无需普朗克尺度的能量，就能对量子引力进行实验研究。小尺度重力的精确测试也提供了约束条件，实验在可及的最小距离上精确测量引力。一些量子引力理论预测了修正，其他理论预测了新的力量。到目前为止，引力的表现与牛顿和爱因斯坦的预测相符，这排除了某些模型，也限制了其他模型。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将向更小的尺度和更严格的限制迈进，逐步缩小量子引力的定义范围。第8章，在最小尺度重新看见我们自己。旅程快要回到出发的房间了，但在回去以前，让我们再看一次这条漫长的尺度阶梯。
从头发到细胞，从细胞到分子，从原子到原子核，从夸克到我们尚未抵达的普朗克尺度。每向下走一层，人类都曾以为那里就是终点。结果每一扇门后面仍然有下一扇门。普朗克长度最动人的地方，也许不在于他给了我们答案，而在于他清楚标出了我们还不知道什么。他提醒我们，知识的边界并不可耻。真正珍贵的是，人类明知前方黑暗，仍愿意举着微弱的灯继续走。普朗克尺度物理学最美妙的面向之一，就是它代表了最终的统一。纵观物理学发展史，我们一再发现，看似不同的现象其实是相互关联的。电和磁统一起来就成了电磁学，空间和时间统一为时空，质量和能量已被确认等效。在高能量状态下，弱力和电磁力统一为电弱力。在普朗克尺度上，这种模式继续存在，但变得完整。光速、约化普朗克常数与万有引力常数会自然组合成同一套普朗克尺度。不少统一理论预期，在极高能量下，各种基本交互作用之间的差异可能缩小，具体方式仍取决于尚未确立的理论。粒子与时空几何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在低能量下看起来彼此分离的一切，都会融合到一个单一的框架中。这显示物理定律具有深刻的统一性。从最根本的层面来说，可能并不存在分离的力或分离的物质类型，或许存在一个统一的结构，一个数学框架来描述一切。当你从普朗克尺度移动到更低的能量时，统一的结构就会分裂成我们称为不同力和粒子的各个部分。但从根本上讲，这一切都是一回事。这就是物理学家所说的万物理论。它不是一个能解释一切事物，包括生物学、社会学和艺术的理论，而是一个能将所有基础物理学统一到一个框架中的理论。从普朗克尺度的一个原理出发，展示了所有观测到的物理现象如何在较低能量下产生。我们目前还没有那个理论，但我们有候选理论。弦理论和 M 理论都试图实现这种统一。圈量子引力则较为温和，专门关注量子引力，但这甚至显示空间、时间和物质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连结。征程仍在继续。是什么驱使物理学家们追求这个目标？为什么有人愿意把毕生精力投入一项也许很久都看不到实际应用的理论研究？答案很简单，好奇心及求知欲。人类是充满好奇心的生物，我们想知道事物是如何运作的，我们想要了解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为什么要花一生研究一个可能永远无法直接看见的尺度？因为人类真正的好奇心从来不只服务于眼前用途。法拉第研究电磁感应时，不可能预见今天的电网；量子力学诞生时，也没有人知道它会走进晶片、雷射与医疗影像。基础科学未必立刻给出产品，它先改变我们能提出什么问题，有时也改变文明能想象什么未来。我们想回答关于存在的根本问题，普朗克尺度代表了这些问题的最深层。这是最基本的问题，理解它意味着从根本上理解现实。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目标，值得人们为之奉献职业生涯，值得围绕它建立国际合作，值得投入资源。而且还有美学因素。物理学在其最佳状态下是美的，优美的方程式可以描述复杂的现象，深层的对称性将看似不同的事物连接起来，简单的原则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数学之美吸引人们投身理论物理学。当我们最终发现描述普朗克尺度物理学的方程式时，它们几乎肯定会非常简洁优美，并非因为宇宙欠我们优雅，而是因为优雅的数学结构往往是最深刻的。简单的对称性和原理，如果充分发挥，就能产生复杂的涌现行为。
物理学发展史上一直遵循着这样的模式。展望未来，下一个10年至关重要。新型重力波探测器将投入使用，其灵敏度比 LIGO 高几个数量级。下一代粒子对撞机正在规划中，量子电脑正在快速发展，有可能为我们提供模拟我们无法透过实验获得的量子引力效应的工具。最令人兴奋的是，计划进行探测暴胀时期原始重力波的任务。如果成功，这将为我们提供一个直接观测接近普朗克能量尺度的物理学的视窗。我们将首次获得人类历史上关于量子引力机制的实验数据。理论上讲，进步仍在继续。弦理论学家正在发展新的数学工具，并发现他们的理论与其他领域之间令人惊讶的联系。圈量子引力研究人员正在对黑洞熵和早期宇宙做出一些可能可以检验的预测。量子引力研究的新方法会周期性的出现，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国际物理学界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研究人员跨越各大洲开展合作，思想传播迅速，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验上取得突破，都是建立在全世界数千名物理学家为实现共同目标所做的贡献之上的。现在，请把尺度重新放大，从普朗克长度回到质子，回到原子，回到细胞、身体、房间和窗外的夜空。一切看起来和旅程开始前一样，可是你已经知道，平静表面下藏着多深的未知。我们脚下的地板，远方的星光，此刻流逝的时间，都可能是更深层量子结构在宏观世界留下的外观。这不是已经证实的终极答案，它是一个仍在被计算、被观测、被争论的巨大问题。而科学最诚实也最动人的地方，正是愿意把不知道说清楚。我们对普朗克尺度的了解将重塑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它将告诉我们空间和时间是基本的还是涌现的，宇宙是否有开始还是永恒，以及在我们宇宙之外是否存在其他宇宙。这些并非空穴来风，这些都是有答案的问题。我们正在开发寻找答案的工具。我们已经从用手脚测量距离发展到能够感知比我们肉眼所见小35个数量级的距离。我们将极其微小的事物与难以想象的浩瀚事物连接起来。普朗克长度提醒我们，知识是有限的，但我们也可以透过理性超越这些限制。我们可以理解我们看不见的事物。我们是生活在量子定律与时空结构共同支配下的生命，却演化出能力回头追问宇宙如何塑造了我们。我们可以暂时把普朗克长度比喻成现实的像素尺度，但必须记得，这仍是比喻，不是已经观测到的事实。它更像一道线索，指向万物背后可能存在的量子几何。你、我、地球、星辰、星系，我们都是由普朗克尺度的量子自由度所构成的结构。我们都是量子资讯中的模式，我们都是某种更深层事物的暂时形态，而我们对这种更深层事物的理解才刚开始。这就是物理学如此引人入胜的原因。我们并非拥有所有答案，我们还没有完整的量子引力理论，但我们正在努力研究它。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物理学家正在发展理论，进行计算，进行观察，逐步建构对宇宙的全面理解。每年我们都会多了解一点，每个10年都会带来新的见解。感谢您与我一同踏上这段探索最小尺度的旅程。你存在的每一刻都发生在一个宏观上服从相对论，微观上服从量子规律，而更深层结构仍待理解的宇宙中。你是这个宇宙中能够感受、记忆与提问的宏观生命，也正在试着理解孕育自己的自然规律。这一点值得赞赏。今晚的旅程就停在这里。普朗克长度没有替我们关上最后一扇门，它只是让我们看见门外还有更深的黑暗。也许空间真的有最小单位，也许时空来自量子纠缠，也许弦、量子环、
或某个尚未被想到的理论，才是正确方向。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已经知道该到哪里寻找。在黑洞的回声里，在宇宙微波背景的微弱偏振里，在高能粒子跨越亿万年留下的时间差里，也在一代又一代研究者耐心写下的方程式里。窗外的宇宙依旧辽阔，而我们今晚走过的方向却比任何星系都更深。现在让那些巨大的数字慢慢远去，让原子、星辰和时空都回到安静的位置。谢谢你一同走到现有物理学的边界，祝你晚安。